看到徐奶爸满脸骄傲的夸福宝聪明，才明白他是真把小福当亲闺女了。现在对四川话还是有反应的，因为他叫他肯定有事儿要发生，一般叫他之后就是吃，他会和吃挂上关系，就是这种条件反射嘛，他就会有一定的反应，确实还是蛮聪明的一只熊。别看徐奶爸接受记者采访时紧张到频频闭眼不自觉搓大腿，但只要提到小福就立马侃侃而谈，并满脸傲娇的夸闺女聪明可爱。徐奶爸对福宝的爱简直溢出屏幕，因此哪怕自从照顾小福后争议不断，他都始终将闺女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为了锻炼福猪猪的后肢力量，徐奶爸特地将各种零食挂在风铃上。看到小福一口摘下自己精心准备的苹果，徐奶爸高兴的眼睛都比平时大了不少，之后更是满脸慈爱的盯着福猪猪。有时徐奶爸给福宝送加餐，担心闺女寻找时不小心有遗漏，便特地先让她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。看到福宝点头确认才放心离开，只能说这哪里是熊猫饲养员，分明是操碎心的老父亲。而福宝感受到奶爸浓浓的爱意后，自然也会慢慢依赖和信任对方。记得当初福猪猪刚回国的时候，没有安全感的他在内场不停打滚，连吃个饭都会躲到竹子后面。跟徐奶爸接触一段时间后，虽然会配合对方进行行为训练，却仍会下意识逃避亲密接触。尽管如此，奶爸仍尽心尽责的照顾，他会亲自将竹子破开方便福宝食用，也会上山采最新鲜的竹子改善伙食。因为福宝喜欢甜滋滋的糖心红富士，徐奶爸就切成块装好一大盘去喂他，偶尔还会化身按摩技师帮小福按摩。徐奶爸用日复一日的暖心呵护，取得了福猪猪的信任和主动靠近。在外场的他还会偷偷趴在熊洞前，看奶爸打扫卫生，默默地陪伴对方。可见福宝和徐奶爸完全是双向奔赴。但正所谓被偏爱的孩子都有恃无恐，每当徐奶爸呼唤宝贝闺女回家时，调皮的福宝就迅速爬上树，假装听不见，逼得奶爸不得不用大笋笋贿赂他。或许是想从奶爸这得到更多好吃的，福宝傲娇的仰起头，不听王八念经。但他的小心思，徐奶爸又怎会不清楚？于是，一句话精准拿捏大胖闺女，跑到就学台阶看一看，啪，把他又下去。遇到过一两回来，就是你说话吧，我就说你再不回来，我没吃的啦。结果他真的回来了。不过徐奶爸的家长威严刚树立起来，就在小熊精福宝面前塌了个彻彻底底。毕竟谁能想到人前社恐到结巴的奶爸，在福猪猪面前竟然是个碎嘴子呢？甚至烦的小福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。今天早上我逗他的时候，他就有点小脾气，他可能不喜欢听我这儿碎碎念，他就想挠我一下。当然他不是真的想伤我，他只是表示一下别念了，我出去了。就是说奶爸这幽怨的小表情，怎么越看越觉得好笑。有这样一位真诚善良又不失幽默的饲养员，想必福宝未来熊生也将多姿多彩。大熊猫草草一家简直不要太可爱，每位成员都各有各的出圈方式，胳膊、屁股、头、耳朵哪里都比较短，母短美美。这只被奶爸吐槽哪都短的小熊，就是草草野外引种得来的闺女美美。除了浑身软软糯糯，底盘有点低外，美美还有个超可爱的打招呼方式。当听到许久不见的小木奶爸喊她，有些疑惑的美美先是坐在门口闻气味，确认过眼神是自己熟悉的人后，立马兴奋地站起来给奶爸捶了一拳，仿佛在说嘿 bro 你咋才来。其实美美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和和，就是那只身高1.9米，长相英俊帅气，看似在情场游刃有余，实际还带着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和和。那个和和是公的，年纪是成年了，但是还没有长大，还是小朋友的感觉。因为和和美美是全球首例野外引种存活的双胞胎，尊贵的也一代。两熊从小就被称为皇太子皇太女，是中心捧在手心里的宝贝疙瘩，因此去年就安排和和去繁育园现场观摩太子父精科的造熊过程。今年中心又安排和和进行行为训练，这要是别熊早就妻妾成群了。但据说和和一进繁育园就狂炫笋子，而美美妹妹也同样只知道吃，因此兄妹俩6岁了都还在马卡巴卡。不仅如此，作为大家长的草草，除了为中心野培做出的贡献外，身上也曾有过许多有趣的事。据说当年奶爸担心草草会被欺负，特地给闺女带了1箱脆苹果做聘礼，嘱咐她不要自己吃，给男熊分一点。结果草草直接把1箱苹果都炫了。而草草的好蛋儿画虎更是搞笑男，被野放的双胞胎妹妹化娇都有孩子了，可他却主打不爱美女，偏爱玩屎。别的小熊都会找个固定地点上厕所，画虎却能做到边吃边拉，边甩，边甩还边踩，甚至把屎糊的满墙都是。感觉当画虎的饲养员得时刻备着降压药。而草草最小的孩子星野木影，如今即将5岁了，还住一起。虽然两熊都长了一张车座子脸，但因其珍贵的血统，今后注定成为种公，想必中心未来漫山遍野都是车座子。如果说这些弟弟妹妹是因搞笑出圈，那大哥淘淘的出圈方式又好笑又可怜。当初淘淘和妈妈在核桃坪参加野化，工作人员给他检查时都会穿上熊猫服，从而避免淘淘对人类产生依赖心理。
这对1只半岁的熊来说真的很吓人。淘淘见到熊猫人的第一眼，魂都吓飞了。工作人员做检查时更是害怕到无言，感觉这将是淘淘永远都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如此别具特色的草草家族，网友们爱了吗？带娃不易，爱宝叹气。原来逼疯优雅的艾女士只需一个福宝。要知道，在福猪猪到来之前，小爱也是只甜美可爱的熊，每天被奶爸们的彩虹屁包围，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忧愁。然而有了福宝这个逆女后，爱宝才终于体会到熊生险恶。当福猪猪上一秒造完青团，下一秒就把屁股往爱宝脑袋上使劲蹭。看到妈妈趴在木架上放空自己，调皮的福宝就一口一口咬后背的毛。不仅如此，妈妈吃饭他直接掀桌子，妈妈不让爬高，他偏要往最高的树上爬，甚至还胆大包天的给了爱宝一巴掌，气得艾女士直接死亡凝视震慑熊孩子。福猪猪看到老妈的眼神杀后，吓得瞬间呆滞，一动都不敢动，生怕艾女士发飙胖揍自己。别看福宝认怂速度倒挺快，但他向来是口服心不服，每次在泥地里打滚，把自己弄成脏脏熊，福猪猪就要找最爱干净的妈妈贴贴，以至于原本浑身上下白白净净的爱宝，左一块灰右一片黑，格外滑稽。而母女俩排排坐吃竹子的时候，满地的竹子都入不了福宝的法眼，非要作死去抢艾女士手里的。经过一系列生拉硬拽后，终于到手。可福猪猪刚要吃到嘴里，就发现艾女士甩来一记眼神杀，福宝瞬间静止，乖乖把竹子还给妈妈。果然再皮的小熊都害怕血脉压制，或许正是有了福猪猪这个前车之鉴，爱宝带双胞胎时主打能动手就不多逼逼。当贪玩的瑞宝非要往树上爬的时候，艾女士冲上去就是一个致命锁喉，吓得瑞宝连连求饶，才终于保住小命。不仅如此，前几天双胞胎过生日时，辉宝仗着寿星身份对艾女士重拳出击，看在生日宴的份上，爱宝本想忍忍，可牙都咬碎了，才发现根本忍不了一点。此外，辉宝和福宝一样喜欢咬妈妈的毛，爱宝猝不及防被咬下来一大块，瞬间炸了。追上罪魁祸首渣渣辉就是一顿胖揍，战况之激烈吓得江爷爷赶紧劝架。不过有时爱宝也会被双胞胎拿捏，姐妹俩一个抱头一个拖后腿，愣是让战斗力爆表的爱宝手足无措，最后干脆直接坐在木桥上摆烂。只能说拥有一个熊孩子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同时拥有2个。2024巴黎奥运会，国宝大熊猫申请出战。作为熊猫圈全能型种子选手，萌兰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篮球，毕竟他不仅投球技术好，身形也相当感人。这要是上了场，还不得跟张子宇防守日本队一样轻松。而攀岩能手则是6木特工森森，想当年这小子不知借助了什么工具，竟直接闪现到近2米高的窗台上，然后熊碎碎的从里面探出小脑袋。森森左右张望，发现饲养员不在后，整只熊立马从窗户里面钻了出来，双手扒住窗台并低头确认高度。虽然森森的小短腿不由自主的打颤，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松手自由下落。只能说，如果森森的心理素质更强大点，没准还真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。而自行车参赛选手当然是我们大胡子。前段时间金虎过14岁生日的时候，奶爸就献上了一辆纯手工定制的竹制自行车，整体不仅精致轻便，饿了还能拆开吃，简直是所有熊的必备好物。除此之外，体操界更是雄才辈出。虽然于爱才2岁，但他却身怀绝技，空中倒立一字马，不知令多少一惊叹。哪怕不小心脚滑掉在了半空里，腰腹力量超强的于爱也丝毫不慌，一使劲就卷起下半身抓住了吊桥。不愧是1岁就能当2馆长的熊。而虫虫表面是4喜丸子中的搅屎棍担当，但实际上是身怀绝技的优秀体操选手，这平衡能力简直无熊能及。跑步选手则是我们的显眼包灵妍。小时候的他为了反抗麦麦的体重压制，偷偷练就了必杀技猪突猛进，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，埋头酷酷往前冲。只要是到赛场上，冠军不得手拿把掐。虽然当初萌兰这小子脚踩玩具球，轻轻松松翻越了2米多高的围栏，可由于奥运会不能用道具，再加上2条小短腿，因此三太子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跨栏。而草原阁的七喜则是蹦床选手，只见身手敏捷的他手脚牢牢抓住吊篮，随后疯狂朝吊篮上的姐姐摇摆挑衅，力气大到差点把自己弹飞出去。虽然晶晶四海目前生活在卡塔尔，但两熊也是不可多得的游泳好苗子，早池更是大到熊进去都显得袖珍，只能说不愧是一出手惊人的无穷国。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奥运好苗子呢？